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我们周末复盘又跟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期呢，我将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析和分享。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我们1月和2月布局了新能源车和这个 AI 这两个赛道之后呢，我们大部分仓位其实是这里面出清了。我说的出清指的是大部分的仓位盈利了结，但是还持有大约1/3的仓位在里面继续这个滚动。那么剩下的钱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机会和新的赛道。在前段时间没有找到非常好的赛道，那么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些比较保守，或者说我认为后面是有很大机会的这么一个赛道。那么后面我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讲我的逻辑发现和我所看到的数据和它的走势。那么另外呢，我们会对整个的这一周的操作进行一个总结，还有就是我给大家只要分析过的或者分享过的操作和逻辑，我都会形成这种闭合循环。就是如果我说的一个操作，我会把买和卖的这些信息同时都会更新给你。那么今天呢，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别忘了我们交易之刃，打造你美股交易的利刃。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打开小铃铛，点击订阅。我们开始。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除了概览、牛熊分析，那么就是新赛道的交易机会。那么后面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我们把信息转化成一个交易的计划，再转化成一个交易的执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看，我觉得要涨，我觉得要多跌，那么它是一个观点，从一个观点到一个交易，再到一个执行交易，再到一个对交易的纠错，那么这个过程的实现每一步都会对你的胜率产生巨大的影响，或者是打折。那么我们将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们转化成这些交易的机会，我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种心得和做法。好，我们看到今天也就是这个周五收盘以后，市场上比较绿的板块，那么整体上都是比较强的。那么可以看到最绿的板块就是工业基础，还有就是能源感觉到我们好像又走回了一个类似于什么传产比较强。大家看之前的大科技在这个地方表现一般了，而我们整个传产在这段时间还有金融类，它是走的非常非常强的。那么另外的话，可以知道上周走的比较差的半导体，这周又走了比较强的反弹行情。那么整体市场上是非常弱和非常热的，而非常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的是散户的情绪在这段时间是有小幅的走弱，但整体上仍然是一个比较热或者说比较贪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从另外的数据，我们从不管是市场深度还是从这期权市场现在是少见的非常非常贪婪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有没有到极值？其实还没有完全到极值，说这市场上已经疯了，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因为我们随着这周的一个小的回调那小的回调之后呢，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就是整个市场情绪有一定程度的一个cool down，也就是冷却了之后，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后续的一个走势，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计划。我知道在这周呢，我是单独更新了一个30分钟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住那个30分钟的机会，我也会对这个波段的一些交易再做一些更新，还有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些双开的仓位的更新。好，那我们再来看资金流向。那么资金流向的话，我们知道这一周的话 1.5 billion to equities 进入不是非常多，然后呢 0.6 billion to bonds， 然后 1.5 billion from gold， 然后大家注意这点 33.6 billion from cash， 也就是说 money market 的钱现在开始疯狂的从我们市场中流出从资金市场流出money market， 也就是从固定收益的一些现金中开始流向这些 equity 市场。这一点的解释是非常容易解释的。随着市场的上升，大多数人认为牛市回来了那么我们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也在讨论 AI 的这些赛道你身边这些朋友是不是都考虑到牛市回来了不能空手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情况下，其实大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你的养老金中的现金部分或者是短期国债的这些部分移出来，转向投什么的，投一些市场基金，投一些什么互惠基金那么这是我们一些养老金的一些操作。那么另外的几个头条我想给大家看到，就是中国的经济面对了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通胀的数据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变弱，那么意味着整个市场上经济数据也非常好，通胀又减弱。那么我们在这些消息中又能看到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后面会更详细的讲述。好，那么我们进入牛熊分析。那么上礼拜的牛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特别牛的这个信息，就是因为确实我没有找到非常牛的这么一个信息。那么这礼拜的话，我就跟大家复盘和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从牛的这方面看，30分钟的一个走势，它走的是非常弱的一个下跌，或者说速度非常慢的下跌。我们来呢用图给大家看一下。图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的下跌，也就是礼拜一它来到这是所谓的一个低点。礼拜一跌的这个低点，其实我还专门录了一个就讲到了，就是这个下跌的速度过慢，我们砸到这个紫色带的时候，这里形成了一个 ABC 的下跌。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这是它第一次接触这种紫色带的时候，容易形成一个反弹上涨。那么后期的走势，这是原话，在后期的走势上，你没法判断这里是继续向上还是这里就转折，因为你要看这个位置上能不能突破3200的这个新高。那现在来看的话，这里是比较强劲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不断的刺激不断的向上不断向上，那么市场上这个位置是走的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就是调整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弱，也就是它通过一个什么时间呢？差不多从15号也就是上周四开始向下的一个调整到27号的这个结束，也就是差不多2周时间的一个调整，它是一个非常少的或者说非常慢速的这么一个回调没有出现大家想象中的快速的 sell off。那么调整力度慢，速度慢。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上次分享的，在这个月末，也就是第2个季度末，因为股市涨得多，而债市涨得特别少，那么64笔的这些老金进行要调仓，那么意味着有29 billion 的样的存银要调仓出来。那么在最近几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在 Market on Close 也就是 MOC 数据中，大量的就是前面几天，这周的前几天都是-2B、-3B-4B 就这样的一个几个 billion 的这么样一个卖出。那么我们认为说，那么是对于养老金调仓对它的一个某种的影响。那么牛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可以大家在之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些图，是什么图呢？就是季节性的强势，也就是如果把所有的日子统计出来之后，7月的前2周那么一般都是最强劲的2周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刚才说到了，资金从 money market 的流出就要往一些地方去还有就是经济数据让衰退成为了一个叫梦中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牛的这一方面其实增加了，尤其是这个 seasonality 就是季节上，大家知道7月4号是个国庆日，那么这里股票的交易中也有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在这段时间往往比较难出现大规模的 sell off 或者说大的崩盘现象，除非真的是出了事儿，要不然的话呢，市场会出现一个相对比较平淡的这么一个走势。当市场走在平淡的时候呢，往往是容易利多的，这是牛的方面。那么熊的方面，我们刚才讲到了，也就是 AI、NAM 它都是偏空区间，大家都在看所谓的价值投资的时候，大家都这时候全是价值投资都是价值投资都喜欢买入，就说这时候都要持有了跌的时候没人这么说，跌的时候都说要破产了，这时候涨起来了之后都是价值投资了。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市场上的个别的咱们说散户也好，什么投资者其实不用分散户或者机构，因为机构并没有比散户聪明多少，因为机构的行为也要受你的客户大大的影响，所以机构们他们的压力造成了他们的表现其实跟散户无差所以说也就是市场上的情绪，以后不再特别强调分散户还是机构，而是整体上他们就是仓位比较大，加上已经什么呀，有点情绪过于乐观的这种状态。另外的话，我们说股票回购已经有60%是上礼拜，那么这礼拜的话应该是80%左右进入窗口期。而最新的财报应该是7月中银行板块出来的时候呢，差不多窗口期彻底封掉之后，封是不是封 crazy 那个封，是封闭的封，就 block 掉了之后，我们超过这个 block day 的应该是在7月中。那么这些大的银行板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他们之前的回购不多。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上周讲到的盼回调情绪，那么终于盼来了这么一个2周左右的一个回调，大家纷纷 buy deep， 纷纷进场我自己当然也是其中一员了。但是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疏忽大意，因为我们第一个 deep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第一个下跌的时候往往会拉起来，而这个拉起来概率是最大的。
而后面那个下跌，往往你那个时候觉得还要去 buy dip 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对一次，但是越往后你 buy dip， 你去 buy 的时候，你可能有一次突然一个跳空低开，或者是一个大阴线闷下来，大多数人来不及或者反应不过来，大多数人更想的是不愿意。这个时候你觉得市场上非常牛的，就套一下也能涨上去，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容易套人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也就第一个下跌，如果你买住了非常好，一般来说大概率会盈利，而后面的这些下跌它的风险逐渐增加，尤其是最后会套住你之后，你不会轻易的出，你会认为还会涨回来，但如果每次反弹都涨不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恐慌又会出现。所以市场就是这样一个钟摆效应，来回来去的这么做一个钟摆。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有盼回调的情绪在这里面已经实现，那么后面的盼回调和回调之后的操作，我们的风险是增加的。还另外一点，我们说的 Fed 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鹰派的，这里出现至少我们发现市场已经不再鸟美联储的政策或大家的发言了。那么经济数据这里非常好，打击了债市啊，对债市是非常大打击，但对股市反而没有什么影响。好，那我们再来看的话，就是衍生品市场。我们说期权数据急剧贪婪，几乎现在已经是一个10个里面，比如说我们10个交易中6个差不多都是call，也就是说差不多我们的 put 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了，就 0.5、0.6 左右，就意味着我们大量的期权交易已经没有什么人去什么对冲了，因为反正不会跌，大家已经不满足于个股了，还要进行期权。同时 VIX 就非常的低，那么这时候期货市场的净空头已经全部平仓转为净多头。那么今天看到的数据基本上，但是数据都是延迟的啊，数据都是延迟的数据这里面已经是净多头。那么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就是国债市场在这个地方反应非常剧烈的，也就是国债的波动竟比股市还要大一些，意味着后面的股市的波动也不会太小。为什么？因为债市是比股市大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这里熊也给大家了，牛也给大家了，同时风险也提示大家了。我们再注意一下，不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我是什么仓位我就去找这个仓位所看到的相关的信息，而是我们先对这个宏观进行一个分析，然后再去针对性的找我们后面的机会和策略。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就是我们最新的赛道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赛道选择的话，我非常想讲的是2个点。那么第一个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想说的是中国市场啊，中国市场。那么我随便搜一下，比如华尔街日报或者搜是彭博社，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没有任何一条正面的消息。大家注意，我所搜到的是财经媒体，尤其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如果你看海外的这些自媒体，或者你看呢中文的海外的这些媒体，那么尤其是政治相关的媒体，那么你就没有可能正确客观的评价了，因为基本上都是悲观的，而且永远不会乐观。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对我们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利处的。当然你们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政治倾向这个无所谓，这跟大家呢这是大家每个人自己的事儿。但是我们作为交易者来说，我们首先从经济数据上几乎是100%的共识，不管是政府的数据，不管你说它是对还是不对，假设它的数据就算都捏造的，也没有说捏造的这么难看的啊，就说这个捏造都捏造成这么难看，那可见如果要这么想的话，那真实数据得多难看。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市场上面对的经济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度悲观的状态。大家注意，我们平常看到的经济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一个大家对于经济或者说经济成长的信心。就当你对未来市场有信心的时候，你愿意去消费，因为你知道未来会更好，我要去消费，我愿意去消费，享受我当下的人生然后未来经济会更好，我的房地产会值钱，我愿意去投资房子。未来经济会更好，我可能会投资股市。当然这些有可能在中国市场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说对经济更好的话，你可能原来特别想买房，我愿意在大城市扎根，我愿意去大企业扎根，那现在都是给你裁员了，或者说你对市场你对未来没有那么大的期待的时候，你就躺平了，或者说你就没有那么大动力了。那么对市场来说，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已经进入了非常冷的地方，除非是1线大城市，那么2线城市的房价是受到冲击了。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开放了以后，
出现了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回暖之后，它迅速的就这样降温了。那么这整个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你去看所有的经济数据和所有的消息，没有一个是正面的时候，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机会，意味着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在一个全面负面的情况下，我们说一个投资行为往往是什么？往往是在全部都是负面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参与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维度的信息呢？其实也有。那么其他的维度信息，我在这里就不仔细讲了。那么因为你去参与中国股市和参与美国股市，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系统。美国的股市基本上是什么呢？由巨资主导，那么这个巨资可以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那现在货币政策也没有了，就是这里边玩家谁钱多谁在这里主导。那么钱多的资金，我们说了，之前我们市场的流通性差，游资大涨，造成什么投资，也就是互惠基金被迫买入，再次抬轿，再把那些我们说货币市场基金的那些钱再次吸进来，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基本是金钱的游戏。那么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它的上涨或者说它的走势更多的是政策影响，也就是市场上很多的政策会刺激它。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当下的话，为什么我说有可能是一个机会？那么除去你所面对的这些政治或其他的自身的 bias， 我想说的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看到一些我们投资上的一个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是 FXI。首先为什么要选择 FXI 呢？因为 FXI 是港股上市的中国的叫国企指数。那么国企指数的好处是用港币结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太受这个汇率的影响啊，不太受汇率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个走势，现在呢我们看到当下市场的这个走势是什么呢？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箱体。形成了一个箱体。那么我之前画了两条红线我之前下了两条红线。那么这个红线是什么呢？红线就是它基本上这些年的一个估值曲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差不多我们认为说来到大约30附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值得，或者说30以下是个低估状态。那么出现泡沫或过热的话，它一般来说都会冲到50以上冲到50以上，那差不多就是这个30到50摇摆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是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它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结构，这里形成了一个结构。那么这个走势有一定的多义性，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走势既可以是这波下跌的，你可以认为这波下跌结束，也可以认为是什么呢？这一波下跌的一个中继。那么不管是中继还是结束，我们说大约在向下的一个空间到30附近，其实是一个相对低估的这么一个状态。而且再配合现在的一些消息，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这些未来的可能一些动作，那么对于他来说我们知道这里面是一个投资机会那么有朋友会问他说，你在地上趴着的股票它可以继续趴？没错，就是对于我们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长期的一个波段，或者说长的一个投资者来讲，那么这样的投资我们找到的是底线比较高，就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太可能给我亏特别多的钱，而我很难去判断它什么时候爆或什么时候大涨。那么对于一个比如说对于我特别追求金钱使用效率的朋友来说，你这个时候要做的时候并不应该去选择在这个位置上进，因为我们要做 trade 的时候，我们讲究的是资金效率，那么资金的效率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是比较低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说 FXI， 我是认为说这里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低估位置。同时大家看这一股还要分1毛5这一年下来之后这是5毛9，每年都是不太一样的，差不多就是一个5毛，一个1毛，一个5毛，一个1毛，差不多一年分2次差不多是8毛钱的。对于20多块钱的一个股票来说，大家知道8毛钱这个不低了，还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介入机会的。如果比这个30还低，那么我们至少认为说30到30这个价格是我们一个不错的一个介入点那这是我们说这个港股的这个或者说国企指数。那么另外 A 股的话，我们这 ASHR
ASHR 的话，这里呢就比那个 FXI 走的还要弱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还受人民币的一个影响，人民币这里走的就更惨了啊，更惨了。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大约是 A 股中，差不多上证是3000多，那么这个创业指数走的其实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创业指板它一般来说有一个先决作用，而我呢在这里呢，因为这里有人民币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在这里大概给大家讲啊，大概给大家讲，就是我们可以看不行我们就用001吧，或者说 index 我没有看到，那我们先就用这个 ASHR 吧。 ASHR 的话，这里是受到了一些咱们说汇率这些影响。那么我们可以说，如果我在这里的底线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周线级别上，对于我来说，周线级对我来说，我认为20到25之间都是一个可以介入的这么一个机会啊。那么我会再怎么做呢？那比如说这儿我就直接报上去了怎么办？那我这个时候就会卖出，我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能卖出一个 put， 那 put 的价格就相当于进了之后就在25接，或者再往前跌我就20接啊。然后呢，通过这个钱去买200天以后的，或者说我去买非常长2024，或者是什么的2025，什么位置上的可能是往这个高点上打啊，奔着30以上去啊，但是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ASHR 这个 ETF 它的期权流通特别差啊，绝对不要着急去买啊，慢慢悠悠的挂一个 ASK 那种低价，慢慢挂，慢慢进啊，一天10张的往里进，不用说弄特别多，因为一下的话呢，你这个波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我们一看呢，是我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赛道上。因为中国市场不是一个成熟市场，它是一个非成熟市场。那么作为非成熟市场中，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种走势从来不会缓走，就是大家看，哪怕是这样的一种小波段，哪怕是这样的小波段，大家看这里是28到35，这里是多少24到32，但是这也就一个小波段就是30%，一个小波段就是30%，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而且它都是快速的，那从来没慢速过，所以上涨都是这样的这种快速向上，没有一次正经的说是给你就是说慢慢涨上去的话，因为什么？因为不能做空的市场和一个不成熟的市场，所以一旦政策决定了，或者真忽悠大家进，看到一部分人赚钱了，你就会有很多人进场，而这些人根本不是。像美股中，我们可以给一些，比如机构，哪怕这些机构再受这个普通投资者影响之后，他的行为还是专业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就总是走出这种疯狂的行情，像 VIX 一样的这种走势。那我们要做的是，不是说去猜它什么时候喷出来，这个我没法控制，也不知道，而是说在这个位置上，我相对的风险如果比较低的话，我会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局。那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认为，如果要是投资美股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小盘的现在的估值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来看，现在如果是上切换的话，我们认为小盘股比上小盘股比上大盘股，大家看它来到的什么 IWI 比上 SPY， 这里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那么我可能不知道。它是涨是跌，我也没法判断啊，我没法判断未来市场是涨是跌，但是我可以判断的是小盘对大盘的比例，那个比例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状态，还可以再低，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甚至还可以这样再去比 QQ 的，比 QQ 的，然后我们可以看。我们再比 QQ 的，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样的走势，那么更低了，那比纳斯达克就更低了。但是这一直是向下的。那么如果要是从现在估值的角度来说，小盘的估值并不是一个非常高的状态，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比起纳斯达克不一样。我们之前会经常强调的是马太效应，就是说市场上一个强的强者恒强，但是市场已经走到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排除它出现一个轮动去找小盘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甚至于可以做什么？甚至于可以做这个类似于一个配对啊，类似于配对。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今天听完之后呢，就是听了我的讲法之后，可能会非常不同意啊，可能会非常不同意。
那么这个也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人生的4大幻觉啊，人生的3大幻觉就是 A 股要涨，美股要跌，他还爱我。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几乎是在做一个幻觉中的事情。那么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会慢慢的进行一个布局。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小盘的这个位置上是相对来说一个盘整区。那么这个盘整区为什么说我们说一般来说一个下跌之后一进盘整区很容易再有一个下跌？为什么这个地方就那么回事了呢？因为这个地方从去年的6月开始就差着新低，它跟大盘不一样，大盘是10月份的低点，那么它这里是连续在这形成箱体，它的盘整时间说实话是够长了。所以后面的话，我认为小盘在这个位置上的表现有可能会 outperform， 也就是说比 QQQ 或者说SPY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吧。没有那么大的风险吧，所以说长时间一些的判断，我平常判断的核心并不是说这东西能够翻多少倍，而是更多的考虑到这个东西的底线到底有多低，不能连续踩破你的底线，到时候跌无可跌，你自己就会恐慌了。因为我们中长期一点的资金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布局，而且要拿一段时间，或者说能拿到一个类似于50%甚至到100%的盈利，我们才愿意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就是小盘的这么一个走势。所以我们今天是对于这个中长期的一个分布，我打算的话，我把我的打算分享给大家了。好，那么对于中概的这么一个走势或中国市场的一个机会，你是怎么看的呢？如果你有你的想法，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给我。好，那么赛道的选择呢，就先跟大家停到这里，因为今天的这个视频太长了，所以我们又分为上下2个部分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第一部分的话，就是关于中国股市的这么走势，咱们先讨论到这里。